老祖宗有句话叫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法虽广，不度无缘之人。这话很多人听过，却少有人往心里去。你看身边多少老哥老姐，初一十五往庙里跑得比谁都勤，跪在佛前把全家老小的心愿挨个求一遍，仿佛香火烧得越旺，福报就来得越快。可日子过下来，家里该吵的架没少，自己身上的毛病也没见轻，到头来反倒怨菩萨怎么就不保佑我。我告诉你们，不是菩萨不灵，也不是老天爷没长眼，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讲究的是什么？是命由心造，福自己求。这个天道啊，它就像一面大镜子，它不看你手里举着多粗的香，也不看你磕头磕得有多响，它只看一样东西，你的起心动念。修行从来不是做买卖，福报这件事向外求，越求越远，向内修才是正途。这世上就有几种人，心里的根烂了，就算天天守在佛前，菩萨也渡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把那条通向福报的桥给硬生生拆了。咱们先来讲第一种最常见的，也是最骗人骗己的。这种人啊，表面上看起来可讲究了，满嘴的仁义道德，天天讲修行，其实呢，骨子里全是贪婪和算计。这就好比一座坟墓，外面用白灰刷得干干净净，还画上了漂亮的花鸟，看着挺气派，可你推开门往里头一看，全是一堆烂骨头和臭气。咱们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跟你们讲，这种假道学的虚伪，天地鬼神是最厌恶的。你以为装模作样能骗过谁？咱们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北宋有个大宰相叫蔡京，诸位可能听过这个人。这人聪明啊，字写的那叫一个绝。当时的大书法家，这蔡京有个习惯，他特别喜欢抄写佛经。每天早上起来，焚上最名贵的沉香，净手净脸，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房里，拿起笔来抄金刚经。那神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活菩萨转世呢，虔诚得不得了。他心里头门儿清，他觉得我抄经，我建庙，我这就叫大功德，老天爷怎么着也得保佑我大富大贵，子孙满堂吧。可他一放下笔，出了书房，干的叫什么事？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变着法儿的搜刮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在外面饿得卖儿卖女，他在宰相府里吃什么？他喝一碗汤要杀几百只鹌鹑，只取那个鹌鹑的舌头来熬汤。这就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一口饭是多少老百姓的命啊！但他心里不怕，他觉得没事，我今天又抄了一遍经，功德把罪孽抵消了。这就是典型的七天七星。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是不能抵消的。你种了苦瓜，偏偏要在旁边撒点糖水，就指望它长出甜瓜来，做梦。后来怎么样了？金兵打过来了，北宋要亡了，老百姓恨他恨得咬牙切齿，皇帝也没办法，只能罢免他，把他流放到南方去。蔡京走的时候带了什么好几十辆大马车，里头装的全是金砖银锭名贵的珠宝。他觉得只要有钱，到哪不还是享福？结果呢，这一路上报应来了。他走到一个镇子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冷汗直流。他让下人拿出一大块金子，走到路边一个小饭馆，说店家，给我煮一碗白米饭，切一盘羊肉，这金子就是你的了。那开饭馆的掌柜是个穿粗布衣裳的普通人，冷冷地看着他，问你是谁？下人赶紧显摆，这是当朝太师蔡相公。
掌柜的一听，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指着门外大骂：原来你就是那个祸国殃民的老贼，你满车的金银全是我们老百姓的骨血，你给我滚！我的饭我就是倒在沟里喂狗，也绝不卖给你吃一口。蔡京傻眼了，他换了一家又换了一家，一连走了好几个州县，所有的老百姓客栈老板听说他是蔡京，哪怕他捧着金山银山，连一口凉水都不给他喝。你想想看那个画面，那是真惨啊！一个80多岁的老头子曾经权倾天下，现在坐在一堆金银珠宝中间，手里抓着金子，肚子却饿得像火烧一样疼。最后这个写了一辈子漂亮佛经的大宰相，就在一个破庙里硬生生的活活饿死了。临死前他看着那一箱箱的金银，连肠子都悔青了。可是晚了，诸位啊，这叫什么？这就是天道成父。他以为在佛前抄2卷经，装出一副好人的样子，就能掩盖他心里的贪婪和残忍。上天让他带着满车的金子上路，却让他买不到1粒米，这就是天地对他最直接的嘲讽。你觉得你聪明，你算计得过天吗？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警醒，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是你这颗心，不是修你那个外表的壳子。如果你的心是漏的，是个破皮球，你往里面打再多的气，烧再多的香，那福报也全漏光了。你在佛菩萨面前念着大慈大悲，出了庙门，为了几块钱在菜市场跟人骂街，你嘴上说着随喜赞叹，心里头看到邻居家买了个新车，嫉妒的晚上睡不着觉，暗地里咒人家出门翻车。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假道学。天地鬼神看你就像看一个小丑一样，你的心里装满了自私嫉妒贪婪，那是乌烟瘴气的阴寒之气，这股气把你整个人都包裹住了。菩萨的阳刚正气，慈悲之光怎么可能照得进你的命里头去？进不去的。我们要得救，要转运，第一步就是把这个虚伪的面具给我撕下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哪怕你大字不识一个，不会背什么大经大咒，只要你心里头亮堂，不占人便宜，不生那害人的心思，天地神明都会敬重你。可是光是不虚伪就够了吗？有些人说，南师啊，我这人不虚伪，我心直口快，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对家里人可是掏心掏肺的付出了，怎么我晚年还是过得这么凄凉？这就要讲到另外一种更让人痛心的情况了。有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恶事，甚至为了家庭累弯了腰，可是临了，儿女躲着他，老伴不想理他，自己孤孤单单的。这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不虚伪，但他们犯了天道里的另一个大忌讳。这个大忌讳，老祖宗用4个字就讲透了：刻薄寡恩。什么叫刻薄寡恩？就是得理不饶人，对别人没有半点怜悯心。很多老人家喜欢替自己辩解，说南师啊，我这个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没什么坏眼眼的。我常常讲，你少拿这话来骗自己了，嘴巴上整天飞刀子，戳得家里人鲜血淋漓的。你那个心人是块软豆腐，你那是一块冻在冰窟窿里的硬石头。你们要晓得，天地生养万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春风化雨的那股和气暖气。你这嘴巴一开，尖酸刻薄，就像是寒冬腊月的秋霜，一阵风刮过去，把家里那点生机和福气全部给冻死了，刮跑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以前有个老太太，暂且叫她王大妈吧。这位王大妈在左邻右舍眼里，那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老修行，每逢初一十五风雨无阻，一大早准去菜市场，掏出几百块钱买乌龟买泥鳅，提到河边去放生，看着那些鱼虾游进水里，他双手合十，嘴里念着阿弥陀佛，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哎呀，自己功德无量啊。可是只要一跨进自己家那个大门，王大妈那张脸唰的一下就拉下来了，跟罩了一层寒霜似的。她那个儿媳妇是个老实巴交的本分姑娘，在单位上了一天班，累得腰酸背痛，回来还得赶紧钻进厨房做饭。有天晚上，儿媳妇端出来一碗排骨汤，王大妈拿起勺子只抿了一小口，突然啪的一声，把勺子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汤水溅得到处都是。儿媳妇吓得一哆嗦，赶紧问：妈，怎么了？是不是烫着了？王大妈冷笑一声，三角眼一掉，指着儿媳妇的鼻子就开始骂：烫着了，你是想闲死我吧？我们家造了什么孽，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花我儿子的钱，住我儿子的房，连个汤都熬不好，你个败家玩意儿！儿子在旁边听不下去了，小声劝了一句：妈，汤咸了，加点开水就行了，您发这么大火干嘛？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王大妈猛地站起来，拍着大腿哭天抢地：好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有了媳妇忘了娘，我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磕头，求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我省吃俭用去放生，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你们倒好，合伙来欺负我一个老婆子。这顿饭最后是儿媳妇躲在卧室里捂着被子掉眼泪，儿子愁得在阳台抽了一晚上的烟。你想想看，这画面是不是很熟悉？很多人家里天天都在上演这位王大妈在外面能对泥鳅乌龟发慈悲，回到家却对活生生的人，对给自己端茶倒水洗衣做饭的家人没有半点怜悯心。他觉得儿媳妇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恶语相向。佛法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怎么对别人，上天就会怎么对他。你一点包容心都没有，死死揪着别人的错处不放，那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把家里的气场给败坏了。后来呢，这日子没法过了啊！儿媳妇实在受不了这种长年累月的精神折磨，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后硬是逼着儿子离了婚，带着小孙子走了。儿子呢，心里也憋屈，怨恨母亲把好好的一个家给拆了，干脆申请调到外地的分公司，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一趟，连电话都很少打。结果这个曾经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王大妈一个人，100多平米的大房子空荡荡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有天夜里，王大妈起夜上厕所，不小心脚一滑，重重地摔在瓷砖上，胯骨轴摔断了。她就那么趴在冰冷的地砖上，疼得冷汗直冒，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从凌晨2点一直熬到天亮，硬是没有一个人来倒杯热水给他喝。躺在地上的那一刻，他看着天花板，眼泪直流。他想不通啊，我放了那么多生，捐了那么多钱，我对神明那么恭敬，为什么我老了落得个这么凄惨的下场？菩萨怎么不来救我？我告诉你们，菩萨怎么救你？你把家里的活菩萨都给骂跑了，指望庙里的泥菩萨飞下来给你倒水喝，你这叫火烧功德林啊！你别看嘴皮子上下一碰，那说出去的恶毒话全是带着阴寒之气的。天地间的气机讲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你心慈悲，语气柔和，家里就有一股暖流，福禄寿喜顺着这股暖流就进来了。你天天挑刺，天天刻薄，骂骂咧咧，家里就成了冰窖。
财神爷到了你家门口，被你那股怨气一冲，掉头就走。你如果在地上从来不体谅别人的难处，不原谅别人的小错，那你自己遇到灾难生病倒下的时候，也别指望老天爷会对你心软。这就叫因果不虚，你种下了刻薄的因，最后收获的必然是晚景凄凉的果。很多人活了一辈子，把力气全用在了外面，对邻居客气，对外人热情，回到家里就把最坏的情绪发泄给老伴，发泄给儿女，这是本末倒置啊！你连身边最亲的人都不懂得心疼，你那个善就是假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天道看得清清楚楚，你想糊弄谁呢？这时候可能有些老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醒悟过来了。南师啊，您说的对，我以前确实脾气太坏了，太刻薄了，那我从今天开始改，我收敛脾气，我好好修行，是不是我就能得救了？对，能改就是好事，只要你真心实意的去改，去宽容家人，你会发现家里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老伴愿意跟你说话了，儿女也愿意回来吃饭了，你尝到了修行转念的甜头。可是我要提醒诸位，这也是极其凶险的一道关卡。很多人确实发过善心，也得了点福报，但接着怎么了？没过多久就全盘崩溃了。他们不仅没有继续走正道，反而跌得比以前更惨，甚至把命都给搭进去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讲到我们这人世间的第三种人。你想想看，一个人好不容易从泥潭里爬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上了一身新衣服，本来可以走上一条阳光大道了，可是他走着走着，旁边有人吆喝了2声，或者路边有个发光的铜板，他眼珠子一转，心痒难耐，直接又扑通一声，重新跳回那个又脏又臭的泥坑里去打滚。我告诉你们，这种半途而废退失道心的人，最后的下场往往比那些从来没修行过，从来没发过善心的人还要惨烈得多。这可不是吓唬大家，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听了些道理，或者家里遇上了大变故，突然一下子醒了，开始吃素，开始念佛，开始学着不对老伴发脾气了，遇到邻居也能笑脸迎人了。刚开始这1-2年啊，那真是甜头尝尽了。你这心意柔和，家里的风水立刻就变了，对不对？儿女看着你顺眼了，过年过节也愿意带着孙子回来团聚了，你自己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这时候你觉得，哎呀，这老祖宗留下来的学问真管用，这因果真灵。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心里的那只叫贪嗔痴的蚕虫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给勾搭出来了。你们要晓得，人这辈子最难防的不是外头的大风大浪，而是你心里头那点不知不觉冒出来的攀比和贪念。比如我见过一个老大姐，本来这2年心平气和，日子过得挺安稳的。有一天去参加个老同学聚会，一进门看见当年那个学习最差，长得最不起眼的老李，现在浑身穿金戴银，说是跟着儿子炒什么虚拟币，赚了几千万，刚在城南买了大别墅。这老大姐坐在那儿，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表面上笑眯眯地跟着大家捧场，心里头那个酸水啊一阵阵往上涌。回家以后，这经也不念了，佛堂也不去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里就开始嘀咕了，我这天天行善积德，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我怎么还挤在这个70平米的破牢小里？那个老李当年坑蒙拐骗什么不干，
他怎么就发大财了？这天道不公啊，这因果不灵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他的道心退转了，被红尘里的物欲给重新迷了心窍。一旦这个心理防线崩了，那可就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觉得自己以前那些忍让，那些吃亏全叫傻，他不服气啊，他要把那些亏补回来。于是他到处去打听怎么能赚快钱，跟着人家去投那些年化收益率好几十的所谓财项目。家里人劝他，妈，那都是骗人的，您可千万别把养老钱砸进去啊。他听得进去吗？根本听不进去。他三角眼一翻，冷笑着说，你们懂什么？我这几年积了那么多福报，菩萨肯定保佑我发财，我这是要去把属于我的福气拿回来。结果呢，连本带利几十万的养老钱被骗子卷得干干净净。这还不算，他为了面子还拉着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投，最后弄得身败名裂。亲戚朋友天天上门堵着骂，他一口气没上来，脑出血，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躺在病床上，嘴巴歪了，话都说不清楚了，眼泪直流。这个时候他还能怪谁？怪佛菩萨没保佑他吗？怪老天爷不长眼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什么？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以为老天爷在惩罚你？错，天地是不言不语的，惩罚你的是你自己。你想想看，你本来通过修心养性，在自己身上凝聚了一股祥和的阳刚之气，这股气就像一层金钟罩一样，把你原来生命里那些恶灾灾祸都给挡在外面了，这就叫气机转化。可是你现在为了贪念，主动把这层金钟罩给撤了。你不仅撤了罩子，你还带着强烈的怨恨、嫉妒和贪婪去办事。这股怨气和贪气一冲出来，就把你周围的气场彻底搞抽了。这时候你原来挡在门外的那些冤亲债主，那些倒霉的恶业，就像闻到了血腥味的苍蝇一样，瞬间全部扑向了你。这就叫业力反噬，这就叫兵败如山倒。为什么退失道心的人跌得最惨？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光，你已经尝到了走正道的甜头，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你为了那点蝇头小利，为了那点虚荣心，你主动转过身去，把老天爷递给你的手给甩开了，一头扎进黑暗里。这种清醒的堕落，这种明知故犯的贪婪，连天地神明看着都会摇头叹息。我告诉你们，修行这条路就跟逆水行舟是一模一样的。你今天稍微松懈一点点，哎呀，我就贪这一次便宜，哎呀，我就发这一次脾气，明天再改，你以为没事，对不对？只要你这道口子一开，你那个原本就不坚固的道心，马上就被世俗的洪流冲得连渣都不剩。很多人就是这样，修了3年5载，攒了一点福报，马上就拿去挥霍了，拿去变成脾气了，拿去变成骄傲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菩萨欠他的了。一遇到点挫折，一看到别人比自己好，马上就原形毕露，把满天的神佛骂个遍。说到底，这种人为什么防线这么容易崩溃？为什么一阵风就能把他们刮得倒退108000里？咱们往根子上挖，归根结底啊，是因为这些人骨子里从来就没有真正敬畏过这天地间的规律。他们去拜佛，去行善，说白了就是去做生意的心态。他们觉得，我今天给了你2个苹果，你明天必须还我1箱金子。要是这金子没按时到账，他们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他们内心深处，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房子和权力，
根本不信什么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这就引出了咱们世间最可悲也最无可救药的第四种人，那些狂妄自大、波无因果，亲手把自己通向天道救济的桥梁给炸毁的人。这种人啊，咱们老祖宗叫他们波无因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心里头那根衡量善恶的秤直接给折断了，扔了。他觉得什么天理什么报应，那都是拿来骗老实人的。他只信一样东西，拳头，还有口袋里的钱。你们仔细看看周围，是不是有这种人？年轻的时候发了点财，或者当了个什么小领导，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横行霸道，吃喝嫖赌。别人劝他，哎呀，你给自己留点后路，积点德吧。他眼皮一翻，冷笑一声，积德能当饭吃吗？老子有权有势，谁能把我怎么着？到了晚年，更是仗着手里有点退休金，或者儿女混得好，在亲戚邻居面前耀武扬威。别人要是得罪了他，他能把人往死里整。我告诉你们，这种人是真正的走上了绝路。佛法讲得很清楚，你信因果，因果在；你不信因果，因果也照样在。你不信，不过是你自己把老天爷铺给你的那座救命的桥亲手给炸毁了。等灾祸临头的时候，你想跑，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追兵，你往哪儿跑？咱们中华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把算盘打到极致，把因果踩在脚底下的聪明人，秦朝的丞相李斯。这李斯啊，脑子呢叫一个好使，但他心里头只有权力，没有天道。当年他跟韩非是同门师兄弟，韩非虽然说话结巴，但肚子里有真学问，写出来的文章连秦始皇看了都拍大腿叫好。李斯一看，坏了，这师弟要是受了重用，我的丞相宝座还能坐得稳吗？嫉妒心一上来，因果律就全被他抛到脑后了。李斯在秦始皇面前疯狂造谣，硬是把韩非下了大狱。韩非在牢里想申诉，李斯根本不给他见皇帝的机会，直接派人端着一杯毒酒，阴沉沉地站在牢房门口，逼着韩非喝了下去。看着师弟毒发身亡，李斯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后来为了巩固权力，他又怂恿秦始皇焚书坑儒，几百个读书人活生生的往坑里推，土一盖，惨叫声都没了。李斯当时站在上面看着，心里得意极了。他觉得天理在哪，报应在哪，我还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这大秦帝国，我就是理。可是你们要晓得，老天爷的账本从来不看你的官有多大，也不管你的钱有多少，这本账到了该结的时候，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少算。秦始皇一死，报应来了，那个比他还要不讲天理的赵高转过头来就把他给咬了。赵高随便捏造了个罪名，就把这位不可一世的李丞相下了大狱。李斯在牢里受尽了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这时候他再想写文章给皇帝喊冤，那些信全被赵高给扣下了。这不就是当年他对待韩非的手段吗？原封不动，报应在了他自己身上。最后李斯被判了什么刑？腰斩，还要灭三族。行刑那天天阴沉沉的，李斯带着冰冷的铁镣被押到咸阳的闹市，他跪在冰凉的青石板上，冷汗浸透了囚衣，看着旁边同样被五花大绑的二儿子，那一刻，这辈子所有的权力、金钱、聪明才智全都成了泡影。李斯老泪纵横，看着儿子颤抖着嘴唇说，儿子啊，爹现在就想咱们爷俩还能牵着咱们家那条大黄狗
出上菜东门去打猎，还能办得到吗？儿子看着他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铡刀落下的那一刻，李斯感受到的是无法形容的恐惧和悔恨。你想想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人算不如天算啊！你以为你把对手都毒死了，把书都烧了，你就安全了？你违背了天道，老天爷自然会派个更毒的赵高来收拾你。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如果播无因果，对老天爷的规律没有敬畏之心，你以为你是人定胜天，其实你是把自己的生路给断了。现在有些老人家到了晚年，生了重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儿女花了几百万请最好的专家买最贵的特效药，可是那病就是好不了，白天疼，晚上更疼，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连吃止痛药都不管用。为什么？因为有些病它不是身体的病，它是业障病。你年轻的时候仗着有钱有势，欺负老实人，坑了别人的血汗钱，逼得别人家破人亡，你为了自己往上爬，在背后给同事下套，断了人家的生路，你觉得你赢了，你把因果踩在脚底下了。现在老了，身体弱了，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那股怨气，那股阴寒之气全都在你身上结着呢。这时候你拿存折上的几个零去跟老天爷谈判，老天爷不收你这个钱，你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喊破了喉咙，老天爷也不会搭理你。因为这世界上唯一的桥梁，那座由善念和因果搭成的桥，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你自己给炸烂了。你把神明老天爷当成迷信，当成笑话，那老天爷也就顺着你的意，彻彻底底的不管你了，任凭你在自己造下的恶果里一口一口的把苦汁子喝干净。可是我跟你们讲，这种不信因果的人，最可怕的地方还不是他自己遭报应，他自己造孽自己受，那也就算了。最让人痛心的是什么？是这种人往往觉得自己这一套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理论特别高明，他不仅自己干坏事，他还把这种毒药一口一口的喂给他的儿女，喂给他的孙子。这就牵扯到了咱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五种彻底没救的人。这种人啊，咱们平时怎么称呼？叫做毒源。这第五种人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做了恶，他还以恶为乐，他占了别人的便宜，坑了别人。他不是躲在被窝里觉得羞愧，他是洋洋得意地跑到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炫耀，他觉得这是本事，这是能耐。你们仔细看看现在的饭桌上，是不是常常能听到这种高谈阔论？比如有些个当爹的，自己在外面靠着造假偷工减料，或者钻了什么空子，发了一笔横财，回到家2两白酒下肚，红光满面的把几个成年的儿子闺女叫到跟前，拍着桌子吹嘘：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老实人吃亏，什么良心道德，那都是穷人用来安慰自己的废话。你看你爹我今天随便动点手脚，几万块钱就进账了。你们在外面做生意上班，该心黑就得心黑，该捞就得捞，能骗到钱那才叫真本事。还有些个老姐姐跟亲戚合伙做点什么买卖，把人家的本钱坑了，或者算计了邻居的家产，回到家不仅不心虚，还撇着嘴跟家里的晚辈传授经验。我告诉你们，那家人就是个软柿子，我不捏他捏谁？这就叫弱肉强食，这就是生存之道。你想想看，这叫什么？
这就是亲手在往自己家里的那口锅里投毒啊，这就叫聚众造恶。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做错事，是无惭无愧，你做了恶，心里还有点害怕，说明你还有良知，老天爷还会给你留一线生机。可你不仅不怕，还以此为荣，还要把这种毒药强行喂给你的子孙后代，教唆全家人一起去争、去抢、去算计，这就把个人的罪孽放大成了一家人的大共业。我常常讲，看一个家的风水好不好，你根本不用请什么先生拿着罗盘去量，你只要推开他家的大门，走进去闻一闻那个气味，感受一下那个气场，你心里就全明白了。那种积善之家一走进去，哪怕房子再破再旧，里面也是亮堂堂的，有一股暖气和气扑面而来。而在这种以恶为乐、全家算计的家里，你一进去只觉得阴风阵阵，脊背发凉。为什么？因为他们全家人的心里都塞满了贪婪、嫉妒、阴险的念头，这些念头散发出来的全是阴寒之气、衰败之气。这股巨大的黑气盘旋在你们家的屋顶上，把老天爷赐给你们的阳光雨露、福禄寿喜全都给挡在外面了。这就叫气机闭塞，这就叫天怒人怨。一旦这个大功业结成了，你看吧，灾祸马上就要排着队上门了。今天大儿子在外面照着老爷子教的黑心眼去做生意，结果惹了不该惹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倾家荡产。明天小女儿为了占点小便宜，陷入了更大的骗局，把房子都给抵押进去了。后天自己突然查出个绝症，躺在医院里一天烧掉1-2万，这就叫败家运啊！很多人遇到这种事只会坐在地上拍大腿，哭天抢地。哎呀，老天爷呀，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呀？怎么喝口凉水都塞牙啊？倒霉。这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灾祸。你把你家变成了吸引邪魔外道的垃圾场，那些倒霉事不找你找谁？你天天在家里教晚辈怎么坑人，你们一家人身上全带着那种恶臭的气场。好运气，贵人看到你们大老远捂着鼻子就绕道走了，而那些衰神病魔、冤亲债主就像苍蝇闻到了臭肉一样，成群结队的往你们家里钻。这就是以恶为乐的现世报。你以为你把儿女教聪明了，其实你是亲手把他们推向了火坑，断了他们一生的福报。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诉过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东西不是千万家产，而是阴德。你哪怕穷的兜里只剩1块钱，但你教导儿女要走正道，要善良，要本分，这股清正之气迟早有一天能让你们家改换门庭，飞黄腾达。反过来，你就算家财万贯，如果家风坏了，全家以作恶为荣，我敢打包票，富不过3代，甚至连这一代都熬不过去。一场横祸下来，直接就给你连根拔起了。可是讲到这里，这还不是这世间最让人绝望的罪恶。一个人贪婪刻薄，甚至带着全家人去占便宜，这虽然可恶，败了家运，但如果哪天他突然遭了雷劈，痛定思痛，跪在佛菩萨面前痛哭流涕，真心悔过，老天爷或许还能给他留一条生路。但在咱们这人世间，有第6种人，他们犯下了一种老天爷极其震怒、几乎无法饶恕的极重恶业。这种罪不是贪点钱、占点便宜那么简单了，这是一种对宇宙真理、对天地正气的深深敌意。他们不仅自己不走正道，还要恶意地把别人走向正道的桥给砸烂。
把别人心里的那点光给掐灭，这种人真的是把神明和老天爷的慈悲彻底给拒之门外了。咱们老祖宗把这种行为叫做谤佛毁法，断人慧命，杀人生命，那是一生一世的仇，断人慧命那可是永生永世的债。佛法讲得很清楚，世间上的贪念嗔恨，哪怕你犯了天大的错，只要你真心回头，痛哭流涕的认错，天地总有一丝宽恕的余地。唯独一种情况，你明明知道有一条教人向善让人得救的大道，你不仅不信，你还要恶毒的去攻击它，去阻断别人向善的路，这就等于是直接跟宇宙间那股浩然正气宣战。咱们中华历史上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听了真叫人胆战心惊。北魏时期有个名臣叫崔颢，这崔颢是个读书人，绝顶聪明，脑子转得极快，官做得极大，可是他心里头有一股极其阴暗的邪火，他极度仇视佛法，仇视一切教人因果报应，教人向善的东西。他不光是自己不信，他还要斩尽杀绝。他跑到太武帝跟前，咬牙切齿地进谗言：陛下，那些经书全都是蛊惑人心的废纸，留着它们有什么用？烧了，砸了。皇帝听信了他的话，一声令下，那真是造了滔天的恶业啊！无数庄严的佛像被大锤砸得粉碎，无数教人行善积德的经书被扔进火堆里烧成了灰。最惨的是那些出家人被如狼似虎的士兵五花大绑，硬生生地推到大坑里活埋。崔颢当时就站在旁边，冷笑着看着这一切，他觉得痛快极了，他觉得自己大权在握，连天地神明都能踩在脚下，他觉得自己比天还大。可是你们要晓得，你砸烂的仅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吗？不，你砸烂的是天下老百姓心里的那点善念，你断了无数人想要改过自新，想要寻求精神依靠的这根救命稻草，你把神明赐给这世间的慈悲之门硬生生的给焊死了。这种极其恶毒毫无怜悯的重罪，老天爷怎么可能放过他？没过几年，报应就来了，来得猝不及防。崔颢因为写了一本史书，里面的用词得罪了皇室祖宗，皇帝勃然大怒，根本不顾他以前立过多大的功劳，直接下令崔颢满门抄斩诛九族。行刑那一天，天阴沉沉的，崔颢哪里还有半点当朝宰相的威风？他被扒了官服，换上破烂的囚衣，扔在一辆颠簸的破牛车上，往刑场押送。他吓得浑身像筛糠一样剧烈的发抖，冷汗一层一层的往外冒，把囚衣全给湿透了。押送他的那几十个卫士，平日里或许早就看不惯他的残忍和跋扈，看着他现在这副软骨头的样子，心里极其鄙视。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这些卫士竟然直接跳上牛车，解开裤腰带，几十个出汗，轮流把尿洒在崔颢的脸上。崔颢绝望的嚎叫挣扎，可是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在指指点点，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全在骂他，一个曾经权倾天下，自以为能掌控一切的宰相，临死前竟然受了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奇耻大辱。最后铡刀落下，崔颢身首异处，他全家老小几百口人，连个收尸的都没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为什么老天爷要用这么极其屈辱、极其悲惨的方式来收他？因为他毁谤正道，他把神明踩在脚底下，他把别人的信仰和善念当成粪土来践踏，所以老天爷就让他临死之前
真真切切的尝一尝被当成粪土践踏到底是个什么滋味。这就叫天道好还，因果不虚。我告诉你们，大家听到这里千万不要一拍大腿说，哎呀，南师我又不是什么大官，我也没有去砸庙毁经，这种极重的罪业跟我没关系。我跟你们讲，快别这么想。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在生活里不经意间就在造这种断人慧命的可怕口业，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想想看，比如有一天你老伴或者你身边的老朋友突然对你说，哎呀，我最近听了些道理，我以后初一十五想吃素了，我想去河边放放生，我想在家里念念经，收敛收敛脾气。本来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说明人家心里那粒善的种子发芽了，对不对？结果你呢，你坐在沙发上瓜子皮一吐，冷言冷语的就开始嘲笑，呸，你吃什么素？你吃素能长生不老啊，装什么好人？少给我弄那些封建迷信，赶紧去菜市场买2斤排骨给我炖了。或者你看到别的大爷大妈在做义工，在做好事，你在旁边撇着嘴泼冷水，哟，瞧他那个显摆样，无利不起早，肯定有企图，背地里指不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跑这儿来洗白了。诸位啊，这种话只要一出你的口，你就等于是在砸别人心里的佛像，你是在一盆冰水把别人刚刚燃起来的那一点点向善的光给彻底浇灭了。你这叫什么？你这叫阻断别人的向善之路。别人想做好人，你非要拉着他做恶人；别人想敬畏天地，你非要说天地是狗屁，这是对老天爷最大的敌意啊！你这轻飘飘的一句嘲笑，在天地鬼神听来，那就是恶毒的谤法之声。宇宙之间那股浩然正气，瞬间就把你划到了黑名单里头，你连最起码的敬畏之心都没有，还整天造这种断人慧命的口业。当灾祸找上门的时候，谁能保得住你？没有谁能救你。天地给你留了门，你自己非要拿砖头把门堵死，那么造了这么重的业，满心都是恶念和执着。如果他一辈子都不醒悟，一辈子都不回头，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临终咽气的那一瞬间到底有多可怕？很多人总觉得，哎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觉得一个人哪怕这辈子坏事做绝了，占尽了便宜，到了临死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总该醒悟了吧，总该在心里头痛哭流涕，跟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了吧。我告诉你们，那全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叫业力牵引。你这辈子脑子里天天想的是什么？到了临死咽气的那一刻，这股力量就会把你死死咬住，根本由不得你做主。我们老祖宗在易经里讲过4个字，叫游魂为变。什么意思？就是人快死的时候，这口阳气一散，肉体就做不了主了。这个时候你心里哪一种念头最重，哪一种贪欲最强，你的魂魄就会顺着那条道直接变现出那个境界，把你一股脑的给拖进去。我给你们讲个极其痛心的真事。前几年有个大老板，身价大几千万，这人这辈子是怎么发家的呢？全靠算计和心狠手黑。早年坑过合伙人的货款，算计过亲兄弟的房产，为了找个年轻的，把结发妻子光着身子赶出了家门。到了70多岁，报应来了，得了绝症，住进了最高级的 VIP 重症监护室。到了临终最后那几天，医生摇了摇头，说不行了，叫家属来准备后事。你想想看那个画面，病房里冷冰冰的，全是仪器滴滴的声音。这老板躺在床上，
插着胃管，带着呼吸机，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就像拉破风箱一样，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刀尖上滚。这个时候，他那个大儿子和二儿子站在床边，兄弟俩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他们手里各自捏着一堆财产转让协议，互相拿眼角防着对方，就死死盯着老头子。最后这口气怎么咽？谁能多抢一套别墅？按理说人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半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该放下了吧，该忏悔了吧？没有，这老头子这时候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那个脑电波，那个阴险的心眼子还在疯狂地转。他根本不想着怎么跟前妻道个歉，也不想着怎么修一修来生的福报。他浑身哆嗦着，冷汗把病号服全都湿透了，瞪着那双充满了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床头柜上的那个黑皮包，那里头装着他最重要的保险柜钥匙和瑞士银行的卡他拼了最后一条老命，抬起那只扎满针眼干瘦如柴的手，抖抖嗦嗦的想去抓那个包。他那是怕自己一闭眼，这钱就被这两个不孝顺的儿子给分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那个二儿子眼疾手快，一把将皮包拿起来挪到了后头，冷冷地看着他爹说：爸，您都这样了，就歇着吧，别操心钱的事了。老头子一听这话，气得浑身一阵痉挛，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他那是恨啊，他不甘心啊，他挣扎着想坐起来骂人，可是气管里卡着一口浓痰，憋得脸发紫。紧接着一气滴滴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长鸣，心电图瞬间成了一条直线。他走的那一瞬间，眼睛是死死睁着的，眼角都快瞪裂了，里面全是深深的恐惧，极度的怨恨和死都不肯撒手的执念。连旁边见惯了生死的护士看了那副尊容，都吓得直打寒战，不敢靠近。你们要晓得，这就是咱们世间最可悲的第七种人，至死都执迷不悟的人。你以为他不想放下，他是根本放不下。他这辈子几十年天天都在练怎么贪婪，怎么算计，怎么恨人，他从来就没有练过放下这两个字。他的心早就被贪嗔痴这三条毒蛇给掏空了。在生死关头那一刻，他平时积攒的那些恶念就像山洪爆发一样，全部反噬到他自己身上，在这个极度恐惧和怨恨的念头里断气。你能想象他死后会去哪里吗？那绝对是直坠万丈深渊，万劫不复啊！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虽然没有像那个大老板一样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恶，但是在这件事上同样犯着极其致命的迷糊。有些老人家躺在病床上，这口气都快上不来了，眼看着就要走了，心里头还在那里翻腾。哎呀，我那个存折密码没告诉小儿子，大女儿肯定要来抢。哎呀，邻居老王还欠我200块钱没还，我死了真是便宜他了。哎呀，我那个老伴以前骂过我一句狠话，我到死都不能原谅他。你想想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给自己下地狱铺路啊！佛法里有句话叫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你咽气的时候，你带得走你在市中心的一套大房子吗？你带得走你银行卡里的几十万养老金吗？你甚至连你身上穿的那件好衣服你都带不走。你能带走的只有你这一生造下的因果和你最后咽气那一瞬间的念头。你带着满肚子的贪婪、委屈、怨恨和恐惧走，那股阴寒闭塞的气机瞬间就会把你拖进极其痛苦的境界里去。到时候你就是儿女花几百万请再多的高僧大德来给你念经，给你超度，也超度不了你。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心锁死了，从里面反锁了，佛菩萨的手伸不进去啊。诸位朋友，我们今天掏心窝子，把这世间无可救药的7种人从头到尾扒了个干干净净，从天天烧香却满肚子算计的假道学，到对家里人得理不饶人的刻薄寡恩，从尝了甜头又回去作恶的退失道心，到狂妄自大波无因果的狂徒，再到带着全家人一起占便宜聚众造业的毒源，还有那种恶意断人慧命的极恶之人，最后就是这临到死都死死抓着贪嗔痴不放的执迷老顽固。这7种人就是活生生的把老天爷赐给他们的福报，亲手砸得稀巴烂的典型。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后背都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心里直犯嘀咕，哎呀，南师，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占了1、2条啊。我以前确实对儿媳妇刻薄过，我也在菜市场贪过小便宜，我心里对那个老亲戚也有恨，到现在都放不下。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等死，就彻底没救了吗？我告诉你们，千万别这么想，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随着大半辈子过来了，还没犯过点错动过点恶念呢。佛法讲得很清楚，不怕念起，就怕觉迟。老天爷不怕你犯错，就怕你死不认错，怕你一条道走到黑。这剂补救的后悔药，它不是让你跑去庙里花几万块钱烧个头香，也不是让你去买什么风水摆件，真正的救命招全在你当下的起心动念里，全在这实打实的日常过日子里。咱们今天既然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就给诸位开几副真正能转运能保命的方子，你只要照着做，把你身上那个漏符的窟窿眼给彻底堵上，我保证你晚年平安，家宅安宁。这第一副药叫做闭口禅，也就是修你那张嘴。你想想看，咱们普通人一天到晚最容易造的业是什么？就是口业。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买了好菜好肉，结果老伴洗碗不小心啪的摔碎了一个，你腾的一下火就上来了，张嘴就骂，什么难听挑什么说，你这一骂，心里的嗔恨之火瞬间就把你辛辛苦苦攒的福报烧了个精光。你不仅把自己气得血压飙升，还把家里的和气全给骂散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定个规矩，话到嘴边留半句，遇到家里人做错了事，你把那句败家经老不死的硬生生给我咽回肚子里去，换成一句没划破手吧，岁岁平安。老伴买菜买贵了，你别骂他缺心眼，你笑一笑说贵就贵点，吃个新鲜。你别小看这1、2句话的改变，你把刻薄的话咽下去，把柔软的话说出来，这就是在改变你们家的天地气机，这就叫和气生财。你嘴上积德，家里头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那股阴寒的怨气就散了，福气自然就顺着大门走进来了。第二副药叫转怨为悲。很多老人家心里头苦啊，觉得南老师您不知道，我这辈子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那个亲戚坑了我的救命钱，我那个同事当年背后捅我刀子，我恨啊，我凭什么原谅他们？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常常讲，你以为你死死记着这些仇是在惩罚他们吗？大错特错，你是在拿别人的错误天天在自己心口上插刀子，你每天晚上气得睡不着觉，胸口闷得慌，人家却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你这不是傻吗？别人坑你害你，那是他在造恶业，他的账老天爷在上面给他记得清清楚楚，迟早有一天报应会落到他头上。可是如果你心里一直恨着，这股怨气就会在你的身体里结成毒瘤，最后变成
绝症要了你的命。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去报复，而是要把这包发臭的垃圾从你心里头彻底扔出去。你怎么转念？你要去可怜他们。你想想，那些占了你便宜的人，那些为了点钱连良心都不要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福报都折腾光了，未来要面对多可怕的恶果啊！你一想到这里，你还会恨他们吗？你就只会觉得悲悯。只要你这口气一松，心里的那个结一解开，你身上的病痛，你命里的那些倒霉事，马上就跟着烟消云散，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你自己。第三，服药也是最重要的一副，叫做留阴德。咱们到了这个岁数，半截身子都入土了，你还拼命去争那几平米的房子干什么？你还在超市里为了多拿2个塑料袋跟人抢什么？你就算赚了一座金山留给儿孙，如果儿孙心术不正，也就是去赌几把或者让人骗一回的事，转眼就败光了。真正聪明的长辈是给子孙留阴德。什么是阴德？就是你悄悄地做好事，不张扬，就是你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去占别人的便宜，就是你严格约束家风，教育儿女守本分，走正道。你告诉儿子，咱家宁可少赚这10万块钱，也绝对不干那昧良心的买卖。你把这种清正的家风传下去，就等于是在天地银行里给你的子孙存了一笔永远花不完的隐形财富。哪怕你走的时候没给家里留下1分钱的存款，老天爷也会暗中护佑你的后代，让他们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因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就是最顶级的护身符。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最后我给你们浓缩一下这3件事，打死也别犯。第一，管住你那张嘴，对家里人别刻薄，对外面人别嘲笑，更别去说那些断人善念、毁谤正道的话，火烧功德林，全在这张嘴上，嘴不漏，福报就留住了。第二，正一正你的家风，别带头去贪小便宜，别把因果当成骗人的儿戏，更别教唆儿女去坑蒙拐骗。你自己信因果，一家人走正道，这就叫把根扎稳了。第三，临死前千万要放下，活着的时候别钻牛角尖，闭眼咽气的那一刻，什么钱财什么恩怨，通通给我撒手，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你干干净净满心欢喜的走，才能有个好去处。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哪座名山大川里，也不在什么豪华的大别墅里，这世上最大的风水其实就是你这颗人心，你的心善良，念头正了，你站的那个地方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命运怎么改，不是求神拜佛求来的，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的因果。今天咱们坐在这里结这个善缘，这是一场难得的功德。你们听懂了，想明白了，这还只是第一步。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最讲究的是大悲普度，利他思维。什么叫利他？就是你自己得救了，你还得想着拉别人一把。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触动，让你心里头亮堂了，我请求大家做一件事，请你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伴，你的儿女，或者是你那些还在迷茫里的老同学。你想想看，如果你的一个老同学原本天天在家里跟儿媳妇吵架，看了你转发的视频，突然醒悟了，闭嘴了，他们家从此不吵了。如果你的儿子在外面做生意，
原本正打算干一件坑人的事，看了你发的视频，心里一害怕，悬崖勒马了。那你这叫什么？你这就叫救人一命，护人一运。你的一句提醒，一次分享，可能就让对方少造了一场大业，少走了一条弯路，少拜了一次家运。这就是老话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在这个传递善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给自己和家人积攒了无量的福报，功德无量啊！另外，如果你认同南老师今天讲的道理，请一定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区，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强能量的，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那个正向能量场，它的威力不可思议。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和祈福，不用写多复杂，你可以打上一句心宽福自来，或者写上一句存善念结善缘。你写下的每一句善言，发出的每一个善念，都会化作天地间最纯正的阳气，最终全部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变成你们家逢凶化吉的福气，